我倒是第一次见某人在吃饭的时候还这么积极工作。看你们讨论的这么投入，不想打断。某人现在手底下的人可不少了。你是把我作为投资人请来的？我不去讲话，因为我和年龄差距有点大的人聊不到一起。到家了，下车吧。没有。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醉鬼就别提直觉了。你不想想为什么差了6岁也能相处融洽？何况我们之间是同事关系吗？那是什么？保留最后一个就行，其他的都很离谱。不知道，员工出现交流问题都是人事部去处理，而且华润也不是像你们这样大家庭风格的公司。不过你们公司员工之间确实存在一道明显的断层。你父亲在时的那一批员工是从传统媒体出来的，而你做大后招的一批则是接受新媒体教育的年轻人。两种观点碰撞，必然会产生一些看不见的摩擦。新员工的方案采纳率更高，势必会对老员工的心态产生影响，产生从业年龄的危机感。如果是其他企业，可能会顺势以优胜劣汰为理由将老员工裁减，而你不想裁减他们，也从没考虑过这个方案，对吗？既然如此，你得让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老。仔细想，这种事要麻烦万能李总帮你，可不算贴心一方。你把第4页的预算按我刚刚的意见重新整理一份，下周1再提交过来。你今天怎么格外活泼？潮人派对？又找我当顾问？某人每次说类似话的时候，总会弄出点麻烦来。
你怎么用方案的可行性说服我，就怎么去说服他们。针对顽固人员，采取特殊方式。只要对方没有坚定拒绝，就有继续邀请的机会。等等，你的那个派对，明天什么时候？准备玩到几点？哦，看来你那天的夜宵我可以取消了。知道了。你这搭讪台词倒是说得很熟啊。怎么？你想在哪联系？你真是少女。抱歉，这位小姐，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还玩吗？手机开的静音，没注意。在相应的场景里做最合适的装扮，这是常识。难道在这里我也要西装三件套？不会出现是因为某人没有邀请。还是你觉得我不适合这样的场合？
难得来一趟，再坐会儿。那得看你今晚的表现，再考虑取不取消。看到你发的消息，今天怎么提前下班了？又在网上看到什么测试了？有时很笨，有时又意外的聪明。虽然大部分时间傻乎乎的，但又总能给人惊喜。笨蛋里还算可爱的那种。放心什么？听起来有点耳熟。没有，我在思考应该怎么回。所以，你现在是害怕自己变得和我这个资本家很像？照你这么说，我怎么没觉得自己变得像笨蛋了？这叫忘性，不叫笨。哦，所以当我忘记给某人好吃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心里这么骂我的？我不信，不然今天晚上你可以试试当面说些好听的，看看能不能真的掉入大餐。